你今天是比较偏重的是创意类的，你需要用大脑很多的。那对于我们刮痧来讲，就是你大脑的血流要足够。而且台湾现在一直缺工，你懂吗？你去餐饮，你去扫个厕所，你去干嘛，你都还是会有钱啊。听到了没有，各位喜剧演员去扫厕所吧。不是很畅通的血流，因为我们70%是水嘛，那等于说泡在一滩死水里。天哪，我一直忍住不叫，这是我最后的尊严。我一样下巴哦，然后你帮我往上咬着哦。身体的伤，痧会知道。我是慧君，我是你的刮痧治疗师，欢迎再次回到刮痧会客室。那我们接下来就要针对我们酸酸的思绪，他的创意，然后还有他的眼睛用眼好像也比较多，然后还有他的雪山隧道进行刮痧。那样开刮之前，老规矩，记得帮我订阅一下。如果没有订阅的话，酸酸怎么样？我会哭哦，天气好悲伤啊！一样先来刮一下脖子。那我先讲一下我的策略型的思考会是什么。如果说你今天是比较偏重的是创意类的，你需要用大脑很多的。那对于我们刮痧来讲，就是你大脑的血流要足够，并且你的脑回，对不对？你的白质、你的灰质要运作的很好的话，那它一样要有血流。那跟你的记忆力要很好，因为你可能想一个段子，但是你不能够在上面落词嘛，对不对？对。所以记忆能力要很好的话，睡眠就要很好。所以我就会很 focus 在酸酸的睡眠本身，然后还有就是要放松你的头皮，它本身是畅通的，那你的思绪就会比较好。如果刮完我会马上睡过去吗？你应该不会这样，但你有可能会是比较想睡觉。那你平常睡得好吗？我睡眠时间不太固定最近有时候是4、5点才睡，这也太早睡了吧？就刚好在跟人家吵架，不是吵架，就是聊天，然后烦恼一些事情，烦恼比较久，就会这样子。那我先讲一下，如果说你希望你的人生相对稳定，跟决策端要做得比较好的话，还是要时间到就睡觉，然后包含就是肝经的运作啊，你知道11点到。肝经是什么？就是以中医讲法，就是不要太晚睡，因为肝会不好嘛。它光哪不喝的零星的小背。所以你感觉到我的肝已经坏掉了。你应该是还好，我们之前真的有过劳的，他从眼睛很浊，然后到牙齿变黄干的一个状态不是很好。我学过的学员，然后不管是线上课程，然后或者是实体课程的话，都会知道说我们就是要往脖子后面来刮。那我先初步摸一下，我确实觉得有比较硬一点点，就是僵化僵在这边很久，所以你有可能是那种很常维持在一个姿势，然后会超久。对，我们都直接写本了。对，所以它其实没什么动作的振幅。头低之后呢，我们现在使用，对，要刮。我现在说明一下，你可以不用紧张。我们现在使用的是日常保健款的刮痧盘，因为我们要让它有点微微出痧。那我们采指抠的方式一样，上往下顺刮，有点痛，对不对？对。因为我可以同时讲话吗？可以啊，当然可以啊。怕刮的同时讲话，然后我可能等一下就会讲不下去。也是很多人会这样，所以我们后来我就会休息一下的时候，然后再采访他，因为我会把一个人把他分成身体，然后再来是他的内心，再来是他的大脑，然后我会觉得身体的语言比较贴近于本质。那有的时候大脑会说就是我就是要做这件事情，我就是要怎么样，所以大脑会凌驾于你身体的资讯，然后你的情绪也可能会被压下来，所以我还是会以身体的语言，然后来判断我要不要做这件事情，以及我要不要跟这个人交往。我最近有一个新的 update， 你也可以听听看。好啊，只要这个人他是喜欢吃东西，他是注意饮食的，这个人基本上一来是他善良，然后二来是我会比较想要跟他合作。有些人他是没关系啊，我就随便喝个东西或什么，通常那个事业也是不稳定。我没办法，如果太饿的话，我会受不了。对，所以我们还是会就是尊重我们身体的需求嘛。可是有些人他是真的不会吃东西，我觉得等下刮前面会超痛。你已经很痛了吗？还好吧，你已经算是我们所有来宾里面算是不错的。好，我们说要看痧图判断一个人，对不对？真正要判断一个人的本质呢？这就是课堂上比较没有教，但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在胸椎这一段，因为它是属于心肺的反射，心主喜，肺主悲，所以你可以看出一个人他的外显的悲喜到底真的还是假的。这样你会觉得说很多人就是很从事喜剧，可是他其实一点都不开心，然后最后可能忧郁症，对不对？其实他身体已经会先累积疲劳，因为他每次在想段子的时候，他是用压力为出发点在思考，而不是他真的热爱做这件事情。所以有人就会想说，你如何毁掉一个人的兴趣，就是让他跟他谋生的东西绑在一起。
一起。但是某种程度上我是否认这件事情的，因为对我来讲，如果我今天我热爱刮痧，但是我没办法养活我自己的团队，或者是说，如果你今天因为你没办法赚钱养活自己，然后你就不做，那也只是代表你不够热爱，因为你没有想到一个办法去破解这件事情啊。如果你真的很喜欢，那你应该会是想到办法赚到钱的同时，你又可以做你自己热爱的东西。而且台湾现在一直缺工，你懂吗？你去餐饮，你去扫个厕所，你去干嘛，你都还是会有钱啊。听到了没有，各位喜剧演员，去扫厕所吧。不过我想问你，到底我现在的那个痧是长怎样？普通红而已，还好。但是就是比较燥。然后另外一个是你的身体本身偏水一点点。我是水做的女人吗？是这样吗？有一点点，有一点点。湿气太重是不是？有一点湿气太重。然后你只要湿气太重的话，你要想看，因为我们是个生物体，你的生物体一直泡在不是很畅通的血流，因为我们70%是水嘛，那等于说泡在一滩死水里面。天哪！那你的身体就本身比较容易发炎哦。那你的头脑也可能不是那么畅通嘛，因为你要畅通，你要有养分进去，就像你有吃，然后你也要大便，你这个人身体才会健康嘛。一个人都不大便，其实身体也会不好。我还是有在大便啊。你有在大便，我知道。除了就是我觉得太早睡了啦，哈，不要清晨4、5点这么早啦。我一开始会预期他有可能是思考比较纷乱的人，但是其实不是，因为他的痧都是走线型，这就是我们在讲身体本身很老实。你思考纷乱的，你的痧就会长得是纷乱的。如果你思考是比较逻辑理性类直线型的，那你就会是直线型的。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你状态不好跟第一个，你的姿势、你的肌肉太硬有关，不是你的脑袋或者是你的创意点子不够多，是机能上面的问题。好险啊！刮出来是个笨蛋怎么办？他可能就要学刮痧，至少他就只要会刮痧就好了。我觉得刮痧也是要很有逻辑思考，你要判断说现在这个痧长怎样是什么原因。可是他今天可以是跟别人搭配啊，他只要负责会刮，然后另外一个人负责会看或会讲就好了。是不是听起来像关洛音在沟通？所以我才会说，如果你今天真的很热爱一件事情，你怎么可能没有办法找到你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谋生之道？因为我们是创业者，所以我们一直在想的是，你要建立商模，然后你要突破过去的你，因为你要团队整个起来嘛。好，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留言，我们未来或许可以讲多一点有关创业的事情。我是蛮爱看一些创业的分享，虽然我不是创业者，但是会觉得很有趣。哇，这样会小脸吗？会啊，但是你还好，因为你本来就是有角的下巴。哦，对，你要像我们这种就肉比较多的，你那种命比较好啊，我这种长比较帅啊，我很看。然后像你旁边这边啊，你这边有一个痘痘，对对对。然后我看另外一边，这边还好，但是你这边有一个疤，而且都在你的太阳穴的地方。那在这个地方其实算是我们的颞叶 （temporal lobe）。那它会掌管像是记忆能力、情绪等等的。我们一样是使用日常保健款的刮痧盘。那我们等一下来看看我们的喉咙的部分。那我们的痧图其实都是大家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们说身体的伤痧会知道，如果你没有发生过那些事情的话，那你就不会有这些痧图。身体的伤跟心理的伤都会有，都会有。它两个的痧会长得不一样哦，在我们的书里面其实有提到。然后我们上到专业，我们都有痧图分析。然后他只要去讲这个人的疾病史，或者是他家族病史，我就会大概知道这个人的家族跟他会大概是什么样的性格。就麻烦慧君老师分析一下我有什么毛病。我是觉得说你耳朵就是很痛，对不对？因为你想的很多，而且你是很有逻辑，你是很有计划的去执行。可是为什么你还是会觉得生活上没有办法很如意？对的原因其实是因为你生活作息的关系。你那么早睡，你的身体本来就会倾向在一个发炎的状况。为什么半夜一定要睡觉？是因为半夜那个时候它会分泌一些激素，像褪黑激素等等的。那我们本来就是需要一些荷尔蒙，它会保护你的血管壁。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没有这一层保护的话，很多人他有可能就会产生心血管疾病。最近天气很冷啊，对，天气冷的时候交替就会很可怕，你知道吗？像前一阵子我们就有很多学员的亲朋好友，然后就中风啊、梗塞啊之类的。我一边被刮一边听这个，真的好刺激哦。你是不是有一个新的计划？你可以一边刮的时候一边跟大家讲。哦，对啊，因为我去年就是2023年的时候，其实上半年都在休息。对。然后下半年开始有一些喜剧的计划，但是最主要还是在今年啦，2024年，我想要开一个专场，睽违2年，在卡米地吗？还是不是？应该会有一些场次在卡米地，然后一些场次会在中部跟南部。我是很希望可以跟 MGA 一样开这么多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喜剧票房其实主要还是北中南3个点，大家就可以看一下我的 Facebook 或 IG 或是 YouTube 就会知道到时候的消息。好来，让我们上。我一直忍住不叫，这是我最后的
的尊严。你是有偶包的人哦，有啊，超级大包的。酸酸，你其实耳朵很贴，所以他其实是真的是冷静派的。我一方面冷静，一方面又情绪化，其实都还是有。你是很有想法的人，而且你的想法其实是有框架的，因为有些太艺术家性格的人，有时候会很难跟他沟通。对，听到没有？那些觉得我有公主病的，你们都错了，我并没有公主病。因为他本身不是公主，不是因为怎么这样？然后只是有病。已经看得出来心胃什么脾什么不同的，我只没办法看得出来。可是如果说你有发现你现在的规矩会阻碍你去追求一些人生的道路的话，我会建议你刮的地方，第一个是你的后上背，肺要变畅通，因为你呼吸畅通，你才不会呼吸很急促。因为你要气够长，你才能够布一个长线。因为你是理性派的，所以人要找到驾驭自己的方式。我愿意为了这个长线，所以我现在要做某些事情，即使我可能当下不是那么喜欢，事事都顺利就是不可能。所以他比拼的是你有多渴望这件事情，所以你愿意稍微忍耐一下。所以心肺功能真的还是很重要，心肺功能很重要，得要去跑步，因为你要气够长。然后当然刮痧也是一个嘛，因为你的硬体，例如说你的容量不是1GB 好了，然后你给它超过1GB 的东西，你根本就跑不动啊，你懂我意思吗？我的容量一定有1T，你以前是 T， 对。所以你要给自己的身体要有好的硬体，因为身体没有你全部都是假的啊。巴菲特说复利好了，建立在哪里？复利的前提是时间，时间是什么？你的健康余命你如果没有健康余命，你复利怎么跑？你插管插在那边，然后你的小孩领你的8%，我连8%都没有，因为我是喜剧演员。然后脖子这边的话，就真的要学过才可以刮。然后你这边其实是很紧的，所以其实你的气会卡住。在喜剧表演就是我有一个梗，我觉得很棒，可是你可能会因为气不长，你觉得我没办法好好的发挥。有对，还是你已经看到我的表演做功课，然后这个人就是现在没有还好，对还好，我不要看你的私人 FB 的，我不要看比较多你的靠腰，因为你的思考是直线的，而且你的身体也是 OK 的，但是你就是在运用端的时候会有断点。哇，就算那部分断掉，其实还是等于没有啊。可是你已经有素材，你就是最后发挥的时候要更泰然的去讲这件事情。就差这临门一脚，刮一刮可能就听到有人拿一个盘子在刮我的颈动脉，真的是好刺激啊！它下面是颈动脉，但是我们不是要刮颈动脉，我们要刮的是胸锁乳突肌，而且这两边之间啊，右边是比较紧的，所以代表说你的手可能这边抬起来是比较多的，就是用滑鼠的手，有可能，然后你会有一点这样子的耸肩，或是这样子的。对，我左右肩也不平衡。对，你等一下或许可以就是讲话看看，因为你刮完喉咙之后应该会比较好，而且你应该声如洪钟吗？对，你应该会有点老痰的感觉。可以把老痰刮出来。可以，我们就是把肌肉放松嘛，那里面它肌肉它会把那些痰液，因为你水偏多嘛，那水偏多的话，吐痰是一个啊，落晒是一个啊，流汗是一个啊。刮这边应该不至于是落晒吧？就刮这边不会落晒，因为它不是这边不是落晒反射区。我一样下巴哦，然后你帮我往上咬着哦，这个是你最后咽喉的共振，忍耐一下。好，这个就真的有点痛，因为这个我就真的有压力倒下去。这几天会不见，不要跟我说1个月。不会，你痧还好，我觉得大概3天内你应该就会不见了。然后耳朵本身很贴，所以很冷静。但是另外一个是它有一点轮，就是有一点硬，所以你虽然说取材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你的取材的多元性是可以再增加的。因为耳朵太硬的人，他会筛选机制会太多，就是只要讲话听不进去。对，有一点，你就是这样子形容，只是你形容的比较圆滑。但是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还是要回归到你的职业嘛，所以每个人都说，老师你这样刮，那每个人的效果会不一样，当然不一样，因为每个人需求不一样啊。对，那针对如果说你今天是想要点子好一点的话，我觉得就是题材会更广，然后最后一里路在发生的时候会让你更好一点。那因为我们没有刮到胸椎嘛，那胸椎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你的身体状态要再好一点。那你在抽丝剥茧的时候，你会更加的知道点在哪里，因为你本来就具有逻辑思考。对。目前身体的资讯看起来是这样，然后左右边的话就注意姿势啦，就是笔电位置摆放的地方可能换一下，我觉得这样应该就差不多。然后像你会发现他的脖子有一些小肉球，所以代表说你这边的协调也没有很好。可是因为你是演员，喜剧演员，你是靠发声，你是靠讲话，所以咽喉一定要够好。帮我这个往下拉一点点，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因为它面积的关系，我们现在改使用的是我们的刮筋盘。好，那因为川川比较害羞一点，就是它的毛，就是它不要换袍子，那没关系，我们就这样子刮。不然我们一般不会用刮筋盘去刮。所以你在身体再好一点，一下就会觉得换袍子没有差，因为你的想法还是被你的身体所局限，你的身体感觉到我没有那么多的安全感。
这句话讲的真的很有道理，因为我刚刚也在跟慧君讲说，说不定可以发展出一个刮痧的 MBTI， 就是看刮痧来看这个人的外向内向啊，是逻辑还是感性啊？对，而且是超准，因为沙图是以既定事实所呈现的东西，因为它是当做眼见为凭嘛，你没有发现过怎么会出现呢？所以我才说我们家每一个媳妇啊、女婿啊都要被刮过，才有办法进我们家家门。好可怕，比过海关还严。认真是这样、啊，要先把你扫描一遍，就是要看他就是在刮的时候他的反应如何，然后他会不会就很排斥啊，或很矮个？你要想我们是刮痧世家、我们怎么可能会接受一个他本身排斥刮痧的人？那第一关就不会过了。大部分滑鼠手为什么？是因为它这边有正中神经嘛，所以它刮起来会比较敏感，就是在这个地方你会很痛啊，你大拇指是不是很痛？超痛，这边也很痛啊。你还好吗？很痛啊！这个哇，我刚才已经这么久都没有叫，这边完全不行。Hello， 大家好，我是慧君。假设说你看完了之后，你很好奇你自己的沙图如何，那我们台湾北中南都有据点，那欢迎大家可以来找我们刮痧，来学刮痧，或者是购买刮痧器具，一起刮痧护家，用爱刮痧哦。